星期一到来时的那种沉重感，那种无法靠一碗好面就消失的深度疲惫，你人的这种感觉吗？这是你的生命能量在一个你只是容忍单一不在掌控的工作中耗尽的声音。你已经成为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名乘客，对电子邮件、紧急需求、他人的期望做出反应，而你内在的火焰却日渐暗淡。一周在你面前展开，像一条漫长而灰暗的道路，唯一渴望的目的地是星期五，那是在一切重新开始前短暂的慰藉路周。这种清晨的顺从，这种接管控制的自动驾驶模式，并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这是你所做之事与你只为人之间深度脱节的症状。你现在感到被理解了，不是吗？因为这种痛苦是普世的，是为是先潜能的痛苦，是被囚禁的力量的痛苦。我们为你当前的状态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一种无声的混乱，一种耗尽你储备的持续反应性。你成了一台不属于你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用你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资源，你的生命时间，交换一份薪水。而在你回家的路上，在寂静中，你知道这份薪水无法弥补那份空虚。在你脑海中回想的问题，在交通的被迫寂静中，或在漫长一天结束时，总是同一个，就这样吗？你感觉自己是为更多而生的，感觉内在有一股沉水的力量，但现代世界的噪音和日常的单调将其窒息。但如果我告诉你，问题不在于工作，而在于你与它的关系呢？如果我向你展示，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这种疲惫转化为目标，将这种挫败感转化为力量呢？今天，我将向你介绍4多个工匠的4个时间，这是一种古老而强大的方法，可以将你的工作常规转变为你的个人训练场。这不是一个没有困难的生活的承诺，而是交付工具，让你面对困难时变得不可动摇。如果你准备好不再是齿轮，而是成为自己灵魂的铁匠，请密切注意，你的转变现在开始。订阅这个频道，点赞以壮大我们的社群，并在下面评论你正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开始锻造你的新力量。解决这种现代浩劫的方法，不在于一个新的生产力应用程式，或有一本付钱的自我帮助书籍，它存在于一种心灵技术中，一种在古罗马帝国的战场和权力走廊中段造出来的心智操作系统。我说的是4多个主义，但忘掉那种被动哲学对苦难你来顺受的形象。我们今天要探索的4多个主义是一种武器，一种经营表现工具，旨在建立坚不可摧的人性、清晰的目标和在企业世界混乱中手术刀般的专注。这是在外部世界燃烧时保持内心平静的艺术，是从会压垮他人的压力中汲取力量的能力。第一步是彻底的策略性重塑框架。从今天起，你的工作不再是负担着义务，或你从周一到周五府的图形，它成为你的品格工作坊，你的个人训练场。每一个重复的人物，每一个令人沮丧的项目，每一个难产的老板，每一个不理性的客户，他们不再是你路上的障碍，他们是原材料，他们是你将用来跳速耐心、记录、勇气和智慧等。昧德的火与吹，你在一天结束时感受到的疲惫将不再是浩劫的信号，而是证明你品格的肌肉得到了适当的锻炼，并且正在变得更强壮。为了将这种信心太锚定在古老的智慧中，我们求助于大师们。像马克·奥里略这位统治住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皇帝哲学家，他面对战争、瘟疫和背叛，却仍然每天早晨抽出时间为自己写下关于责任、记录以及如何找到起床的目标。像塞内卡，尼禄皇帝的政治家和顾问，他广泛地写下如何明智地使用时间，以及如何在政治混乱和持续危险中保持心灵的平静。再像艾比克泰的，一个身为努力却成为最具影响力的4多个哲学家之一的人，他教导说，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对我们自己心灵的掌控。
他们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们是将哲学作为生活使用之难的行动者。而现在，你将使用同样的工具。第一个时间，你整个新操作系统的基础是掌握控制而分法，这是你将会遇到的最解放的原则。他短言，在生活的任何情况下，都有我们可以控制的事物和我们无法控制的事物。看起来很简单，但严格应用这一点是区分业余者与大师、反应者与主动者的关键。你控制什么？你的努力、你的意图、你的反应、你工作的品质、你的政治、你的判断。你不控制什么？项目的最终结果，你老板的意见、客户的反应、经济，你同时的心情，你是否会被晋升。4多个工匠支柱地不懈地100%的将他的能量集中在他能控制的事情上，并平静地接受气郁的。这里产生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的心灵被社会训练来做完全相反的事情。我们被教导去担心结果，去寻求外部验证，去为别人怎么想而苦恼。你的大脑默认情况下会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它会花费宝贵的能量，试图预测每个人的反应，担心假设的情境，中文过去的错误，并为一个尚未存在的未来而苦恼。这几乎是你所有焦虑和浩劫的来源。这就像试图用双手捧水，一种徒劳而累人的努力。你心灵的自然倾向是专注于外部事物，因为你的自我渴望控制和验证。抵抗这种倾向需要每天的联系和记录。想象你是一名弓箭手，你的掌控范围，你的卓越领域，在羽箭被释放前发生的一切。你控制弓的选择、箭的品质、你自视的近身、你拉线的力量、你瞄准的精确度以及你释放的确切时刻。所有这些都是你的。你的荣誉和攻击在于完美执行这些步骤。然而，在箭离开弓的确切瞬间，它不再属于你，它属于命运。一阵意想不到的风，目标的突然移动，空气的湿度，所有这些都在你的控制之外。普通的弓箭手指在箭射中目标是高兴，如果射失则绝望。4多个弓箭手在他的设计的纯粹性中，在他无可挑剔的努力中找到满足感，知道他已经尽了自己所能的一切，结果是次要的。因此，这一点的结论是对力量和解放的肯定。通过应用控制而分法，你将自己从结果的保证和对外部认可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你的自尊开始从内部产生，源于对自己努力和政治的意识。你老板的反馈变成知识信息，而不是对你价值的裁决。一个失败的项目不再是个人失败，而是一个分析和改进你过程的机会。这是你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你停止在无用的担忧上浪费你的生命力，并将其中心导向唯一一个你总能获胜的竞技场，你自己的品格和你自己的行动的竞技场。4多个工匠的第二个时间是将你的工作中枢框架，不是作为对热情的追求，而是作为履行你的责任。在希腊语中，这个概念被称为 oikoiosis， 即理解你在事物更大秩序中的恰当角色。现代文化向我们推销了我们应该追随我们的热情的观念，但热情是一种一边的情绪，它来了有去，在无聊或挫败的一天，热情消失并让我们失去动力。另一方面，责任是演示般的记事，这是有意识的决定以卓越的表现，在人类社群中扮演你的角色，不是因为你感到被启发，而是因为这是正确该做的事。这是你对自己理性和对共同利益的承诺。拥抱这种时间的困难，在于我们对即时满足和情感刺激的不懈追求。我们的大脑被制约去寻找有趣、刺激或充满热情的事物。责任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过时、沉重或没有光彩。自然心灵会反抗发威的任务、重复的报告、复杂的电子表格。它会地狱，这很无聊。你难道不应该用你的生命去做一些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吗？这个声音是平庸的境地，
试图将你从经痛的道路上引开。是，卓越不是建立在灵感的高峰上，而是建立在持续记录的山谷中。它是愿意做需要做的工作，以你最大的能力，无论你的心情如何。让我们使用建造大教堂的比喻，想象一下中世纪的工匠们，他们花费一生致力于一座单一的大教堂，直到他们永远不会看到它完工。他们在那里不仅仅是为了挑可以各式香柜或铺设一块砖的热情，许多日子是累人、重复且毫无魅力的。驱动他们的是一种深刻的责任感。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从最卑微的事讲到建筑大师，都明白他们的小人物如果完美执行，对于最终作品的宏伟至关重要。这是一件将服务与他们永远不会认识的后代的作品。他们不是为了济世的掌声而工作，而是为了比他们自己更伟大的东西。他们的工作是一种服务形式，是对上帝和对他们社群的责任。通过采纳这种心态，你将彻底改变你的工作体验。发威的人物不再是障碍，而是联系记录和注重细节的机会。电子表格成为你对秩序和精确性的冥想。处理一个困难的客户成为你在耐心和同理心方面的训练。你不再问这份工作能给我什么，而是开始问我如何能以最大的卓越来执行这项任务，正如我的责任所要求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产生了一种不依赖于外部因素的内在能量来源。你不是在任务本身中找到目标，而是在以荣誉和政治履行你的责任的行为中找到目标，从而成为一个可靠且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第三个时间也许是所有时间中最强大和最具挑战性的，是 Amor Fati， 爱你的命运。这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有力地拥抱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特别是障碍、困难和失败。斯多个工匠不仅仅容忍逆境，他热爱他们，因为他明白他们是他成长的燃料。每一次终端，每一次批评，每一个出错的项目，都不是你工作的阻碍，它就是工作。它是命运交给你，让你将其转化为力量、智慧和人性的原材料。正如马克·奥利略所说，对行动的阻碍推进行动。当在路上的东西成为了道路，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最基本本能。我们对障碍的标准反应是沮丧、愤怒、抱怨或自怜。为什么这非得发生在我身上？这不公平，这毁了我的所有计划。这些反应就像毒药，耗尽你的能量，却完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热爱所发生的事，特别是当它痛苦或不便时，似乎违反直觉，甚至有点自虐。它要求你超越你的自我和你的偏好，看到更大的画面。宇宙并不是在于你做对，而是不断地为你提供联系美的和增强自己的机会。把你的工作想象成一座锻造厂，你是铁匠，你的目标是锻造你品格之间，使其坚固、锋利且牢不可破。命运，这位锻造厂的大师傅，交给你一块生铁，一个困难的项目，一个紧迫的价值日期，一个敌对的同事。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抱怨金属的品质，但斯多葛工匠不抱怨。他点燃火焰，你的专注，拿起锤子，你的行动，并开始工作。压力的烈火和挑战的无情锤击，不是为了摧毁金属，而是为了净化它，去除其杂质，并赋予其形状和力量。你所热爱并利用的每一个障碍，都是使你灵魂之人更加见人的友谊及锤击。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应用爱命运是个明性的。你老板的负面反馈不再是人身攻击，而是一趟关于如何改善你的沟通或技术技能的免费课程。在最后一刻被取消的项目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次关于放下和适应性的强化训练。是突破坏你的同事不是敌人，而是一位伪装的禅宗大师，教你从容不迫和策略性回应的艺术。通过热爱每一个时间，你变得不可战胜。
因为如果你决定利用任何食物为自己谋利，那么没有什么可以是真正坏的。你讲都要转化为良药，障碍转化为机遇，将企业世界的混乱转化为逆死人的美的健身房。在我们解释将巩固你转变的最终实践之前，我想发出一个特别的邀请。如果你感觉今天的教导在深层次上与你产生共鸣，并且你真正致力于成为一名4多个工匠，我创建了一个名为心灵锻造场的播放列表。在其中，你会找到其他深入探讨这些实践的影片，以及掌握情绪、建立不可动摇的纪律和在混乱中寻找目标的进阶技巧。将这视为你的下一步，你训练的神话。点击描述或卡片中的连结，继续你在播放列表中的路程。这是一个机会，为那些不仅寻求暂时缓解，而且寻求持久转变的人。现在，让我们进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事件。巩固4多个工匠整个结构的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事件是整体视野。通过 Memento Mori 来实践，即对自己死亡的提醒。这可能听起来隐喻，但实际上这是为你的工作日主如今破醒、意义和视角的最强大工具。意识到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是拖延、抱怨和在琐事上浪费能量的终极解药。当你记住每一天都是一份不可挽回的礼物时，你看待自己责任的方式会发生巨大变化。你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怨恨、八卦或平庸的工作上，每一刻都成为一卓越行动的机会。我们的自然倾向是获得，好像我们是不朽的。我们推迟我们的抱负，心怀怨恨，微笑谋反而烦恼，并在无意义的分心上浪费数小时，总是相信我们会有明天来弥补事情，或最终开始真正的生活。自我自主与办公室的小政治，感知道德不公和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欲望，却忘记了在时间的宏大尺度上，这一切皆为尘土。记住，死亡是一种谦逊和专注的行为，它是一个能力即将本质与琐碎去分开来的过滤器。对一个重要演讲的恐惧，或对一封被动攻击性电子邮件的恼怒，在面对我们无常的现实时，都会失去其力量。想象你是一位艺术家，而你的生命是你为一切伟大的杰作。每一天，你都会收到一块空白的画布。Memento Mori 是早上看着画布并对自己说，这可能是我画的最后一块画布。我今天讲如何使用颜色，我讲留下那些品格的笔触。我会用懒惰和怨恨来画，创造出一幅灰色且无生气的画面吗？或者我会使用勇气、记录和卓越的鲜艳色彩，创造出我能在永恒中引以为傲的东西吗？这种事叫将工作从义务转变为使命。每项任务都成为你杰作上的一笔。你不仅仅是在填写一份报告，你是在描绘记录。你不仅仅是在应对一位客户，你是在描绘耐心。通过将 Memento Mori 融入你的日常，你获得了视角的礼物。日常的小挫折失去了对你的控制力，你变得更大胆，因为对失败的恐惧与对未曾活过一生的恐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变得更感恩，因为你认识到能在有一天来练习、学习和贡献的特权。你问自己的问题不再是我怎样才能度过这一天，而是我怎样才能活好这一天，以至于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天，我会认为它过得很好。这个最终的时间不是关于死亡，而是关于生命。这是停止忍受你的工作，并开始将其用作你建立品格遗产的神圣舞台的最终互换，一次一天。你开始看这个影片时，感受到了现代浩劫的重压，就像是你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名乘客。我们诊断了这种痛苦，那种在别人的机器中当齿轮的感觉，以及它所造成的深刻脱节。现在你不再是哪个人了，你已经受到了4多个工匠的4个工具，控制而分发，以解放你的心灵，将工作视为责任，以找到不可动摇的目标，爱命运，以将障碍转化为然了，以及 Memento Mori 亦活出紧迫性和意义。
这些不仅仅是想法，他们是建造内心堡垒的蓝图，是将你的工作坊转变为你灵魂锻造场的钥匙。从浩劫之人到4多个工匠的路程是一个选择，而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然而，你的转变需要一个承诺，没有时间的知识是无用的。因此，你的下一个行动不只是观看另一个影片，而是立下誓言，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一个像你一样选择了力量与美的之路的个体社群宣告你的意图。你的转变是与一个决定和一个公开的控制生命。因此，拿起你手中的锤子，敲下你的第一记有意识的锤击。现在就宣告你的第一个控制行动，在下方用你全部的信念评论：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竞技场。这不是影片中的一条简单评论，这是你的实验，这是你与自己签订的合约，巩固你对这个新身份的承诺。现在，让我们巩固这个社群，并传播这个讯息。如果你应用了这些教训，并坚持到了最后，请评论锻造之中来展示你的记录。这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谁是真正致力于此的，而且为所有后来这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见证。最后，点赞让这个讯息能够触及更多需要它的人，并订阅频道，以免错过你路程中未来的任何工具。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一个你知道正在面临同样战斗的人，不要只是发送一个连结，像一位铁匠将锤子递给另一位铁匠那样发送，邀请他加入锻造场。请记住，你无法控制世界，但你可以控制自己，而这才是最重要的。